Hello， 大家好，這裡是清晨，我是晨晨。這一集要來分享這款簡單又有型的漁夫帽，版型利落，好搭配。針法主要使用短針跟長針，新手也很適合挑戰看看。使用的線材是這款紙風車，它的紙纖維材質摸起來比想象中柔軟，不會有太硬太刮手的感覺，鈎織時也很順手。完成後的帽子版型很挺，不容易軟塌，非常適合拿來勾夏天的帽子或包包作品。目前紙風車在清晨的官網有販售，顏色選擇很多。如果喜歡我的教學，也想支持清晨持續推出更多鈎針內容，歡迎到清晨官網選購毛線或材料包。準備好材料之後，那我們就開鈎吧。首先使用 4.0 毫米的鈎針，環形起針。這邊我示範的是 M 尺寸的頭圍，開頭先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鈎針穿回線圈裡面，繞線帶出。這時候鈎針上有2個線圈，繞線穿過這2個線圈，這樣就是第一個短針。新手在第一個短針放上記號扣，接着鈎織第2個短針。第一圈總共需要鈎織6個短針。6個短針完成之後，先將鈎針上的線提起，找到起始線頭，先拉動一下，會發現是這條線在動。那我們拉另外一條沒有動的那條線，把它拉緊。剛剛在動的線圈就會先被收緊，接着再拉起始線頭，一次把所有線圈拉到最緊，這樣子線圈就會被收得非常乾淨。拆掉記號扣，在記號扣的針目，也就是第一個短針的針目裡面鈎織一個引拔針。引拔完成之後，把線圈拉緊一點。這樣第一圈就完成，鈎織第2圈，開頭鈎織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起立針盡量鈎小一點。回到剛剛引拔的同一個針目裡面，鈎織第1個短針。在第1個短針放上記號扣，同一個針目裡面，我們再鈎一個短針。同一個針目鈎織2個短針，我們稱作短針加針。第2個針目一樣是鈎織1組短針加針。第2圈的規律，在每個針目裡面都鈎織1組短針加針，鈎織6組，總共會需要鈎織12個短針。6組短針加針鈎完之後，回到記號扣的位置，鈎織一個引拔針。第2圈完成，鈎織第3圈，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裡面鈎第1個短針。第1個短針放上記號扣，第2個針目裡面鈎織1組短針加針，也就是同一個針目裡面鈎織2個短針。一個短針加一個短針加針，我們看作一組組合針。陪大家鈎織第2組，下一個針目鈎織一個短針。在下一個針目鈎織1組短針加針，後面按照規律鈎織6組組合針，這邊就請大家自行完成。整圈鈎完之後，回到第1個短針針目鈎織引拔針。
第3圈完成，鈎織第4圈，開頭鈎織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裡面鈎第1個短針，放上記號扣。第2個針目鈎織一組短針加針，這3個針目我們先省略不看。接下來鈎織2個短針，在下一個針目鈎織一組短針加針，兩個短針加一組短針加針，我們看作一組組合針。給大家鈎織第2組，先鈎2個短針，接着一組短針加針，2個短針，一組短針加針，這樣是第3組組合針，總共要鈎織5組。第4組完成，鈎第5組。5組組合針完成之後，會剩下最後一個針目，在這個針目裡面鈎織一個短針，回到第1個短針的針目鈎織引拔針，第5圈。開頭鈎織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裡面鈎第1個短針，第1個短針放上記號扣。接下來後面2個針目也各鈎一個短針，開頭總共先鈎3個短針，3個短針完成，第4個針目鈎織一組短針加針。3個短針加一組短針加針，我們看作第1組組合針。給大家鈎織第2組，先3個短針，下一個針目鈎一個短針加針。這樣子就完成第2組組合針。這一圈總共需要鈎織6組組合針，剩下的4組就請大家自行完成。整圈完成之後，回到第1個短針鈎織引拔針，第6圈，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裡面鈎第1個短針，放上記號扣。下一個針目一樣是鈎一個短針，第3個針目鈎一個短針加針。這4個短針我們先省略不算，接着後面4個針目各鈎織一個短針。
下一個針目鈎織一組短針加針，4個短針加1個短針加針，我們看作一組組合針。這是第一組組合針，鈎第二組，先4個短針，一個短針加針，完成第二組組合針。總共要鈎5組組合針，剩下的3組就請大家先自行完成。5組組合針鈎完之後，會剩下2個針目，在這2個針目裡面分別各鈎1個短針。回到第一個短針的針目，鈎織引拔針。第7圈，開頭鈎1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裡面鈎織第一個短針，放上記號扣，後面再鈎4個短針。這一圈的開頭先鈎5個短針，5個短針完成之後，第6個針目鈎織1個短針加針，5個短針加1個短針加針，我們看作是第一組組合針，鈎織第二組。先鈎5個短針，下一個針目鈎短針加針，這樣子就完成第2組組合針。總共需要鈎織6組組合針，剩下的4組就請大家先自行完成。整圈完成之後，回到第1個短針鈎織引拔針。第7圈完成之後，鈎織第8圈，開頭鈎1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鈎第1個短針。開頭總共需要先鈎3個短針，3個短針完成，第4個針目鈎1個短針加針，前面這幾個針目我們先省略不看，接下來鈎織6個短針。6個短針完成，下一個針目鈎短針加針，6個短針加1個短針加針，我們看作是第1組組合針。鈎織第2組，先6個短針，1個短針加針，這樣子就完成第2組組合針。總共需要鈎織5組組合針，剩下的3組就請大家先自行完成。5組組合針完成之後，最後會剩下3個針目，在這3個針目分別各鈎織1個短針。
整圈完成，回到開頭的第一個短針鈎織引拔針。第8圈完成，鈎織第9圈。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鈎織第一個短針，放上記號扣。開頭總共需要先鈎7個短針。7個短針完成，第8個針目鈎一個短針加針。7個短針加一個短針加針，我們看作是第一組組合針，陪大家鈎織第2組，先7個短針。下一個針目短針加針，這樣子第2組組合針就完成。總共需要鈎織6組組合針，剩下的4組就請大家先自行完成。整圈完成之後，回到開頭的第一個短針鈎織引拔針。第9圈完成，鈎織第10圈。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鈎第一個短針，放上記號扣。接着再鈎3個短針，開頭總共先鈎4個短針。4個短針完成。第5個針目鈎織一個短針加針。以上鈎的6個短針我們先省略不看，接下來先鈎8個短針。8個短針完成，下一個針目鈎短針加針。8個短針加一個短針加針，我們看作是第一組組合針，鈎織第2組，先鈎8個短針。一組短針加針，總共需要鈎織5組組合針。5組組合針鈎完之後，最後會剩下4個針目，在這4個針目分別各鈎一個短針。回到開頭的第一個短針鈎織引拔針，這樣第10圈就完成了。第11圈到第14圈鈎法都是相同的規律，再請大家按照文字說明自行完成。這邊我已經鈎完14圈，直徑長度大概是17.5到18公分左右。接下來我們繼續鈎織帽身部分，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裡面先鈎第一個短針，第一個短針放上記號扣，
這一圈的規律非常簡單，在每個短針的針目裡面都各勾一個短針，總共需要鈎織84個短針。這一圈沒什麼難度，就請大家先自行完成。整圈勾完之後，回到第一個短針鈎織引拔針。接下來到第22圈，勾法都跟第15圈一模一樣，在每個針目裡面都各勾一個短針，每圈都需要鈎織84個短針。新手可以在每圈第一個短針自行放上記號扣，結尾都是在第一個短針，也就是記號扣的位置鈎織引拔針。這裡就請大家先自行完成，等等再繼續為大家講解。鈎帽身的過程應該會需要換線。我們先把鈎針上的線提起，可以看到這邊短針的側面有2根線，鈎針直接穿入這2根線，拿出另外一團線的線頭，重新持線，貼緊織片之後，繞線，穿過鈎針上的2根線。這時候可以把上一團結尾的線頭先拉緊，稍微調整一下。接着鈎針穿入下一個短針的針目，2條線的線頭放在鈎針的上方，一起長線鈎織。再來就可以繼續正常的鈎短針，這樣子換線就完成了。記得要邊鈎邊藏線。長線長到一定的長度，線頭就可以放掉，繼續正常的鈎織。這邊我已經鈎完22圈，可以先試戴看看頭圍的大小符不符合。接下來呢，我們要來繼續加長帽身，要開始鈎織這4排花邊部分。第23圈，開頭先鈎2個鎖針，當做起立針。接着要鈎織長針，鈎針繞線，可以看到這裡是前一排最後引拔的針目，先空着不鈎，在下一個針目鈎第一個長針，新手在第一個長針的針目放上記號扣，接着在下一個針目再鈎第2個長針。2個長針完成，再來鈎針回到剛剛開頭引拔的第一個針目，穿入之後繞線帶出。這時候把帶出的這個線再稍微拉長一點點，繞線穿過鈎針上的2個線圈，鈎一個拉長的斜短針，這樣第一個花樣就完成了。接着鈎針繞線。再來就是3個針目為一組，第一個針目是空着不鈎的，在第2個針目鈎第1個長針，第3個針目鈎第2個長針，兩個長針完成，回到第1個針目鈎一個拉長斜短針。完成第2個花樣，接下來都是按照相同的方法，3個針目為一組，在第2個跟第3個針目先各鈎一個長針，回到第1個針目鈎一個拉長的斜短針，這樣子就有3個花樣，整圈都是按照相同的方法鈎織。這邊就請大家自行完成這一圈，完成之後回到第1個長針的針目鈎織引拔針，下一圈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鈎織第1個短針，放上記號扣，
這一圈非常簡單，在每個針目裡面都各勾一個短針，總共需要鈎織84個短針。整圈完成之後，回到開頭的第一個短針鈎織引拔針。下一圈，開頭鈎織2個鎖針當做起立針。這一圈的鈎法跟第23圈鈎法是一模一樣的。引拔的第一個針目空着不鈎，第二個針目跟第三個針目先各鈎一個長針。在第一個長針放上記號扣，加一個針目鈎第二個長針。回到引拔的第一個針目，鈎織一個拉長的斜短針。第一個花樣完成，後面的鈎法都是一模一樣的。第一個針目空着不鈎，在第二個跟第三個針目各鈎一個長針。回到第一個針目鈎拉長的斜短針，後面的鈎法都是一模一樣的。這裡就請大家自行完成這一圈。整圈完成之後，回到第一個長針鈎織引拔針。第26圈，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鈎第一個短針，放上記號扣。這一圈的規律，在每個針目裡面不加不減的各鈎一個短針。總共鈎84個短針，請大家自行完成這一圈。整圈完成之後，回到開頭的第一個短針鈎織引拔針。26圈完成之後，我們的帽身長度就完成了。這裡可以先試戴一下，看看長度自己喜不喜歡。那如果覺得長度太短，可以再多加1到2圈短針。接下來開始鈎織帽檐部分。開頭先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。這一圈比較不一樣，要鈎外半針的部分。可以看到這個是 V 字針目，挑靠近自己的這個半針，這個半針我們稱作是外半針。鈎針挑起外半針，鈎第一個短針，放上記號扣。這一圈都是在外半針鈎織。首先勾13個短針，這個是第二個短針。勾完13個短針之後，第14個外半針是勾一個短針加針，以上算作一組組合針，總共鈎織6組。這裡我已經勾了一小段，翻到背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背面會有一條非常明顯的線。記得整圈都是要勾外半針，勾完之後就會呈現這個樣子。接着鈎織下一圈，開頭勾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勾第一個短針。這一圈開始，後面都是在整個針目裡面鈎織。開頭先勾7個短針。7個短針完成，第8個針目鈎織短針加針。以上的9個針目我們省略不看，下一個針目開始，先鈎14個短針。
14個短針完成之後，下一個針目勾一個短針加針。14個短針加一個短針加針，我們看作是第一組組合針，總共需要鈎織5組。這邊就請大家自行完成剩下的4組。第二組開始，先鈎14個短針，14個短針完成，再來是短針加針。按照這樣的規律鈎完剩下的4組，5組組合針鈎完之後，會剩下7個針目，在這7個針目各鈎一個短針。整圈完成，回到第一個短針鈎織引拔針。這樣帽檐部分我們已經鈎織了2排，我自己總共是鈎織了6排，後面的鈎織方法都跟前面是相同的規律，所以我就不再多做說明。再請大家按照上面的文字自行完成剩餘的排數。這裡我已經鈎完6排，如果忘記自己鈎到第幾排，可以翻到背面去確認。數一下這條線以下的有幾排，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去調整排數。像我現在鈎完6排之後，還剩蠻多線的，想要帽檐長一點，可以再多鈎幾排。鈎完之後就準備來鈎最後一排。最後一排開頭鈎一個鎖針當起立針，引拔同一個針目鈎織第一個短針。最後一排做簡單的收邊，在每個針目裡面都各鈎一個短針。剩下就請大家自行完成這一圈。整圈完成之後不需要引拔，先將鈎針上的線提起，預留一點長度將線剪斷，把線先整個拉出來，穿入縫合針。我們先找到第一個短針的針目，將縫合針先穿入這個第一個針目，穿入之後把線整個拉出來。再看到這裡是最後一個短針的針目，我們將縫合針從這個短針的 V 字針目中間的地方穿進去，穿入後面遠離我們的半針。把線整個拉出，慢慢的拉緊，調整一下位置，將它拉成像一個針目的大小，這樣我們的無痕收尾就完成了。記號扣可以拿掉，剩餘的線頭把它藏進帽子的背面。記得長線的時候不要一次把線拉得太緊，拉太緊的話，剛剛做的針目形狀就會跑掉。跑掉的話，再稍微調整一下就可以了。藏完差不多的長度，就可以直接把線頭剪掉。前面換線的線頭已經有邊鈎邊藏線，就可以直接剪掉。其實線頭記得也要藏線一下再剪掉。那我們漂亮的漁夫帽就完成了。